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在这场比赛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健行科大要面对的是圣克莱尔学院哦。当然，这场比赛啊，也攸关了4强的晋级。那本场比赛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许志超来为您服务。超哥你好 ，Hello， 秉敬好，大家晚安。哦，那今天呢，其实不管男子组或女子组的赛程呢，都非常的激烈，有几场比赛呢，甚至要打到最后1秒钟绝杀，还有进入延长赛才分出胜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新复发登峰造极的篮球赛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哦。尤其今天比完之后，明天又即将进入决赛的系列啊，所以应该大家就要来台北体育馆啊，来观赏一下这么高级水准的比赛。没错。Chilino Manasala， 接着呢，我将是健行科大脑队球员登录名单。谁知道是球衣背号1号后卫王鼎钧，3号小菊徐承哲，球衣背号6号蔡学庸，9号后卫夏有杰，球衣背号13号中锋叶哲伦，球衣背号。球衣背号15号前锋钟木轩，接着呢，我叫是健行科大脑队先发我的名单 ，starting by 背号15号前锋曾木轩，球衣背号5号后卫周宏伦，11号后卫潘伟杰，球衣背号24号前锋 center 史密斯，最后呢，我叫是球衣背号22号前锋廖本谦，补充介绍球衣背号12号前锋苗承恩。健行科大脑队总教练刘梦竹，助理教练沈永杰、范志宇、林佩成。我跟上本场执法的3位裁判，主裁判王张世渊，第1节的员黄华龙，第2节的李炯义。双方球员相互握手之意，并请交换纪念品 ，Bossy to shake hands and change gifts. Thank you. 好，看完双方的球员介绍呢，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对于健行来讲啊，在今天应该说今年的登峰造极篮球比赛呢，还没有拿下胜利。我们看健行今天的先发名单啊，包括5号的张宏伦、7号的潘伟杰、15号的曾木轩、22号的廖本谦以及24号的 Smith。在圣克莱学院的部分，包括0号的 Bautista 啊，另外还有10号的 Botejo 啊，11号的 Bogos 啊，12号的 Paranis 以及23号的 Agosta。那圣克莱的部分呢，他们第1场比赛呢77比59击败辅大，那昨天呢74比99败给了黎明。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健行科大这边啊，刚刚赛前也有跟刘梦竹教练聊过哈，他们当然有2名的先发哈，都是在伤病的状况哈，包括杨浩翔他是3年级的选手，高中自体中学他是后卫，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陈威宇，全体的大合照，谢谢。进入明星队的阵容哦，所以这2位的缺阵啊，我想势必会带给健行科大一些战力上面的折损。对。所以过去一直以来在 UBA 健行科大是这个豪门之一啊。那没想到在今年的登峰造极的前2场比赛呢，都吞下了败仗。那前1场比赛呢，也仅3分之差败给了辅大。那前1场比赛其实健行科大的3剑客表现得非常好，潘伟杰，那另外是廖本谦还有这个王鼎钧3位选手呢合得81分81分。对，因为潘伟杰34，廖本谦28，那王鼎钧是19分，全队拿92分，3个人拿81分。换句话说，其他球员只拿11分。对，刚刚就有提到，如果那2位选手又回到阵容的话，我想会毕竟会分担一些得分的一些分数啊。那当然，刚刚3位得了81分，我想这比例来讲是比较偏重了一点哈。没错，平均来讲是27分啊，所以很多人就在提到，当然他的今年的选秀状元啊。刘冠军啊，被选到所以在阵容来讲啊，他们就看看谁啊可以顶替上来。那目前这样看起来，当然后场这边有潘伟杰跟王鼎钧的那当然里面还有，当然我们还看到有曾木轩啊，老外他有陈威宇，那当然还讲到的杨浩翔啊。
哦，当然在刘承勋离开之后，对那个全队要熟悉，或者说慢慢的适应。没错。哦，没有大学长在的情况之下，没错，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哈，因为先让他们了解到，因为以前刘承勋在的时候，先不要讲得分方面啊，就是处理球方面或是他的球权方面啊，应该占了很多的时间了哈，所以现在他的离开之后，队友会适应期啊，会有一个适应期。好，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健行是身穿白色球衣，那在圣克莱的部分呢，还是身穿蓝色的球衣。好，第一波的跳球落在了圣克莱的手上。Burgos 啊 ，Burgos 当然是全队的得分主力啊。那在昨天比赛当中啊，他个人也拿下21分，不过拿最多分的是 Acosta 哦，背号23号，昨天拿下了25分。所以我想健行的教练团啊，也是想马上哈，Acosta 就要来低位做一个单打。对，好，这个分球来到外围。好，带前一步的中距离跳投没进，哇 ，Burgos 当然身材有193公分啊，那弹跳力也不错。对，刚刚弹速相当的快哈。对，好分小球 ，Burgos 啊，最后还是打板要到分数。哦，这脚步其实蛮灵活的哦，如果再不出手的话，应该会被吹一个3秒的违例。好，来看健行这一波的进攻。好，带到中距离的出手，周宏伦第一次出手就命中哦。周宏伦也是毕业于光复高中啊，现在是2年级的学生。哇，我们看到场边的菲律宾教练啊，比了一个牛角的战术。对。哇，这一球哦，虽然躲开了拦防啊，但是打板没进。我正要讲说，比了牛角打出来是羊角。应该是翻球为例，成功的防守。哦，面对得分主力之一啊，Acosta 确实要死守啊。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菲律宾的球风啊，算比较滑溜一点。因为他是其实亚洲最早有职业联盟的PBA， 所以很多美式的方法都个人动作尤其不在话下。哇，这一球差点被点掉，赶快过半场。哇，很黏啊，相当黏啊。同样，潘伟杰进这个中距离好球。DJ 所说的健行新一代的3剑客。对，哇，昨天他勇冠3军拿34分啊，3分球11投5中。潘伟杰我们知道也是毕业于能加上，哇，这1-2年来我看到他真的是也是越来越厚哦。我看他的肌肉线条就知道了。这个手臂。昨天其实转播到国体也是一样，有一个进攻犯规哦。Burgos 吞下了本场比赛的第1个犯规。再来看一下这个镜头啊，确实双手推出去了。刚刚才讲潘伟杰这么壮，你要把他推倒应该不容易哦。看起来也不像假倒，对，真的是有用力哦。一开始我想这一场也是相当的精彩哦。第1节才刚开始就已经对，但是这个传球没有注意到啊。哇，结果变成了圣克莱的反快攻哦。刚刚 Smith 跟队友的搭配啊，发生了失误。潘伟杰中距离再进1球，延续昨天的好手感，今天依旧发烫。哇，好宽哦！现在潘伟杰高中真的很瘦，现在大家到了大学之后啊，这个重量训练啊，都是做得非常的勤啊。对。好，如果未来想要再往更高层级肯定来发展的话，一定要是这样做了。没错 ，Smith。空中的对抗，裁判享受。对，最后一个手部的接触如果史密斯最后是双手举高的话，我想应该哨音是不会响应该最后有做一个下压的动作。可是很奇怪，其实我觉得所有教练一定我们都会跟高个子提醒，尤其是老外，对他们都好想去打火锅，好想，非常想。他们觉得火锅最帅。当然，我觉得 OK 啦，可是有时候你不要下压，因为有时候手腕下压的话，你可能会受伤啊。那你往上的话，你只要影响到对方的弹道，我觉得就 OK， 因为他的命中率绝对下来。因为我是没有跳那么高啦，所以我是不知道。当我跳那么高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被，我也受不了人家在我面前一直出手，对不对？我也要，你要吓他，对不对？没有。打了他之后，可能人家拉球衣啊，或者这以前有招牌的镜头啊，看到篮底下的镜头在哪里，或者是手要找要先找，要比个 no， 或者是手指摇一摇啊。好，伟杰，
曾木轩第一步切进去之后，哇，这一球硬是被拨掉。圣克莱尔的Pranas， Pranas， 哇，小球给进去，哇，硬起 Bogos 的弹速真的很快啊，自投自抢。多了一个进攻篮板，没错啊。好，另外同样塞到 Smith 这边，这一球应该是走步，没有运球吗？没有运球，他没有下球，因为我刚被折倒，对，他没有下球，没有下球，瞬间位移，当然是走步，对，除非到手球场上就可以。我想说他怎么跑过去的，因为他没有下球。裁判老师也吓一跳，还是吹了，很顺啊哦，对，走得很顺哦，哎，这个也很难的，哎，应该是一个进攻犯规，没错哈。他后卫他还比上面，你知道比什么？他说没有8秒，对他，裁判说我是吹你犯规，对，不是吹你8秒，你搞错了。他还在比篮管上面，还没到，你这种反应算快了。对，真的啊，你以前就是这样啦，我从你这个打球就开始反问你了。看他一比我就知道他在干嘛，裁判在吹你犯规，不是吹你8秒。好，绕出来，这是一个空档，外线清了。新一代的3剑客王鼎钧啊，哇，信心相当强啊。对，保内斯塔这球同样力道大。好，廖本谦这球没问题，打板2分。廖本谦这几场当然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了，包括第一场比赛面对黎明也是21分啊，4篮板4助攻，在前防守。被吹他犯规哦。廖本谦这位选手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打球就比较老练啊，没有像一般的高中生冲啊跑跳，他就比较处理球就比较可能比较慢一点，或者那慢一点看起来人家就觉得比较经验比较好。这一球阴错阳差，结果是不是给郭子？精彩的防守 ，Lim 推到3分线外，转身之后还是撞在了曾木轩的身上啊！哇，差一点点发生失误，赶快回来，快过半场哦。对，哇，要注意时间，这一球可能刚好过了，刚好过。哇！不过传给潘伟杰的时候呢，还是发生失误。刚好过哈。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规则，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打球的时候，一次进攻是24秒，可是你到16的时候还没过，还没有到8秒。为什么？因为你可能16点多，所以你要看到15的话，对，15的话，裁判老师才会吹啊。你到16的话，没错，24减16是8，没错。可是你有可能16.5或16.9，对，还不到8秒，还有7，因为我们还有0.5，对，我们只有5秒之内的话会有小数点。Costa 的外线短了，篮板球，哇，要保护下来，还是圣克莱尔的球权。在冲抢篮板这边相当的激烈哈，肢体碰撞非常的频繁。双方的分数还是焦灼，目前8比8，在第一节还有5分钟。Bogos 又在篮底下了，要到位置。Bogos只要一塞进去啊，就是攻击篮筐啊。对，目前拿6分。好，廖本谦同样也是飞进去 ，and one， 要多拿1分了，廖本谦。廖本谦第一场比赛21分啊，昨天28分。那在第一节还剩下4分53秒，场边喊出了技术暂停。目前践行科大跟圣克莱尔战成10比10平手。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刚刚廖本谦杀进来了一下，不但买进2分同时要上罚球线有机会再帮助剑崎科大的取得领先。廖本谦目前在本场比赛已经拿下4分了，那潘伟杰也是4分。这球其实打得相当有水准在后场推进到前场的时候，自己是带球，在3分线做了一个变数好，罚球也进，一口气拿3分，也帮助剑崎科大再将比分反超。哇，可以看到其实潘伟杰跟廖本谦这2个状况真的是不错对，进球之后，剑崎科大来了一个2-2-1的全场包夹。真的好可惜本来是剑崎科大的快攻这样一来一回，你看马上就相差4分廖本谦还是要微微找机会，平均。哇，这一球被遮到了面对潘伟杰，比了一个 6比了一个6。哇，又是高低位，还好没有给进去。对。Burgos 在底线卡了，哇！但是投外线 ，Bautista， 这是一个3分球，可以算到4分了，这个距离好远本来以为我要是守他，我也不会上去，因为真的很远。是，我以为他会传球。好，廖本谦比了一下，最后决定中距离的出手，算过。哇，吹菊承哲的犯规菊承哲本场比赛首次犯规。Bautista 一个阻挡犯规对。苗承恩的犯规。目前剑崎科大的团队犯规来到第4次了。比分来到15比11圣克莱尔学院还是4分暂时领先剑崎科大。Acosta。Bautista 这球要撞进去吗？翻身之后，哇，这个高难度的投篮廖本谦掌握到篮板球，这角度非常的小好，潘伟杰，哇，没有出手，第一时间没出手，还转移来到底线的位置，清了。黄鼎钧可惜，相当客气第一次的机会其实有。超掉了，没错，好球，廖本谦。廖本谦今天在防守上面做得非常的确实，廖本谦直接飞进去挑篮2分，自己一条边coast to coast。对啊，现在在防守端跟进攻端都看到廖本谦的相当活跃个人得分也是来到了7分了。另外还有2次的抄截。对，不错现在剑崎科大的防守强度慢慢上，好球，王鼎钧。好 ，Acosta 外围的出手 ，airball， 哇 ，Burgos 还是掌握住了反攻，在时间到点之前把这2分给摆进去，他目前拿10分了。哇，这球好可惜Burgos 按他的身高还有他的厚度、弹跳都是这个阵中可能是最好的一位了。没错，你说巧不巧？如果刚刚那一球没有面包球的话，他不会抢到。对，哇，但是你有 Burgos， 我有廖本谦他的队友刚好投一个面包球，他刚好抢到。他如果没碰到篮筐，他应该抢不到，都是 long rebound 会长篮板好，双方还是一个球权，进攻犯规。对，我正要讲说王鼎钧的防守亦步亦趋是。
刚好就在我们前面了，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菲律宾的球风本来就这样，你弄之后，他忍不住，他就会打。对。因为昨天其实菲律宾跟这个黎明也一开始打出一点点这个火药味啊。对。出手喽！好，黄伟杰弧顶的3分没进，篮板在Lim的手上，圣克莱尔。Bautista， 对不起，这球力道大。刚出手的是16号的 Escobedo。45度角的外线轻了，连续王鼎钧3次的3分出手哦，都是弹道其实都很直哦，力量差了一点哦，稍微再用力一点，好球！哇，又是给 Bogos， 哇，最后这个球啊给的相当的巧妙啊，吸到2个防守哦。好，王鼎钧转身之后来看中距离的出手没有，篮板还是圣克莱尔的，哇，结果苗承恩。这一球出手呢，形成犯规，同时要来上罚球线，因为团队犯规已经超过了哦。再来看刚刚杀进去之后，哇，最后还找得到 Bogos。Bogos 当然呢，靠着队友不断的喂公子吃饼，在篮底下已经拿了12分了。那他拿12分啊 ，Bautista 也拿7分，所以。菲律宾所有的得分都集中在这2位球员身上。对。那进行的部分呢，则是集中在廖本谦9分，潘伟杰4分，周宏伦2分。另外一支还没发挥啊，王鼎钧。王鼎钧，赶快！好，目前来到了15比20。潘伟杰，苗承底线的中距离，合理哦，不错，其实这就不错哦。篮板球还是在圣克莱尔的手上 ，Lim。应该要执行最后一集哦，可能会来一个单打哦。Lim。好，勉强出手，这球力道轻，他2下没进，所以第一节结束，暂时由圣克莱尔学院20比15，5分领先了健行科大。欢迎再回到健行科大跟圣克莱尔学院之战了。双方在第一节打完了，暂时由圣克莱尔5分领先的健行科大。那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部分呢，当然所有的分数几乎都集中在11号的 Bogos 身上啊。那在健行科大这边呢，廖本谦是拿下9分，目前是全队最高。
Bogus 已经拿下了12分哦，对，单节12分啊，对非常夸张的数字。命中率也是相当高啊。好，廖本谦在外围杀进去，再挑战篮筐，哇！这一次是防守的犯规哦，菲律宾球员都是比着走步的这个动作。身体有接触哈。好，犯规的是 Perinas， 好 ，Perinas 的第2犯。哇，第1罚弹了2下没进。廖本谦第1场比赛21分，昨天28分，今天到目前为止10分，10分哦，每一场至少都是双位数了。可以5比1当税哈。Acosta 再回给 Lim， 做了一个电梯，时间到了，对，这是剑琴科大成功的防守。哦，Ibanez 这一球来不及了。菲律宾教练团跟他比啊，看上面篮板上面就有时间。发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时间哦，所以要注意哦，因为曾慕轩啊，这一球有点跌跌撞撞，不过给潘伟杰外围的投射啊，还是轻了一些。几次的投射的明显力道都比较力量都比较短一点哦，因为也是打到第3天的比赛了，可能有点疲惫。所以你当然要蹲得更低一点哦，更用力一点。看夏小杰应该是有推人的动作。夏小杰是剑琴科大的新生啊，对，毕业于新北市的锦和高中。好，我们看到场边喊出了暂停，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欢迎您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的现场，剑琴科大跟圣克莱学院双方在第2节到目前为止剑琴科大靠着罚球拿到1分。对角的传球，Bautista 要切入，王鼎钧这边犯上1规。王鼎钧个人的第1次犯规。菲律宾在底线，是 Kobido 面对廖本谦的防守，溜过去之后给小球，哇，只要有人切入的时候，右边的weak side他的队友都会一直在移动哦。对，那最后是交给 Benzano 摆进了分数。对，1对1的防守，其实我们都还守得住。所以你在2线、3线，另外一边的协防要注意啊。好，夏佑杰切入之后给到外围廖本谦的出手，没有，曾慕轩进攻篮板。
哇，转身要打了，不然会留太久。 3秒果然，应该是3秒哈。其实我觉得曾慕轩自己可以再放开一点，因为我高中看他松山高中，其实他的中距离跟进攻的手段啊，其实还不错，所以他刚刚他应该要打。对，那即使不打的话，你也要面对篮筐了，因为你是背对篮筐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得力，那防守的也比较轻松了。没错。哦，那当然队友你又没有来接应的话，那当然就3秒的违例，再停太久。对，好不容易抢到进攻篮板哦。那干脆你就不要抢就好，你好抢的时候又失误。我常常跟球员这样讲。好，翻身的跳投，好，篮板球在夏小杰的手上，好，快速的推进，出手没错，好球。曾慕轩，哇，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是好球，真的要出手。对，曾慕轩打到现在第1次出手。要打得更有积极性一些。当然，你都已经先把教练团这么信任你了，对，你就是说合理就出手，没问题，投不进再回家练就好了。哇，左转右转令，翻身没进，令跟廖本谦在跳恰恰，这一球。廖本谦踩了脚步，裁判先响哨 ，No basket， 球进不算。好，这是 Acosta 本场比赛的首次犯规。哦，这时候再把 Bogos 给换上来啊，破坏力最大的申凯尔球员。嗯，哇，廖本谦现在几次都是对篮的进攻哈，所以都可以制造到犯规。毕竟廖本谦的脚步啊跟身材都还比较高大。对，廖本谦也大概就190公分左右的身高。嗯，很灵活。嗯。夏小杰比了一下，并没有出手。王鼎钧切入之后给小球，犯规，对，运球要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对，哦，曾慕轩，好，再来看一下，在篮底下，虽然第一时间呢球没有拿得很牢，不过第2波进攻呢还是要到犯规。来看慕轩的罚球。好，第一罚罚进。曾慕轩的身高193公分，嗯，2罚都进。好，罚的 hit stop。我就想，哇，这球被拨了一下，啊，2次运球，夏小杰一个成功的防守哈，就在我们转播台的前面，没有冤枉他。好，建行科大的机会又来了，目前18比22，一直都有机会啊。其实外围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只有廖本谦之外啊。我们看王鼎钧都还没得分呢。对，好，夏小杰中距离又亲了，哦，但是抢到之后在篮底下又吹走步，哇，走步为例，哇，今天是第2次了啊。球好心切哦，太近了，对，多垫了一步。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是没错，走很快啊。你看，真的是走很快。对，裁判没有冤枉他，好像在这个迷踪步被抓到了。体育课上课一样，篮底下练习，篮下插板。哦，两边的3分外线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发挥啊，但是至少申克拉有进1球。哇，那目前的践行的3分球还没有开张。嗯，哇，其实夏小杰上来之后防守的强度哦，还是很强啊。当然最后还是被裁判老师抓了1次犯规哦。好，夏小杰第2犯喽。嗯。所以践行科大如果3分球可以回到水平的话，分数应该可以超前一点哦。就看什么时候可以这一节可不可以命中。好，这个防守不错，王鼎钧。哦，但是进攻篮板 Bogos。
哇，他这一点呢，真的很难防啊。弹跳力好之后又很积极哦，弹速又快。目前 Bogos 已经是12分4篮板了，而且他的篮板球都是在进攻篮板，欲望相当强啊。发球移动，对，因为是死球的状况，发球双脚移动。好，来看一下发球为例确实没有冤枉，没错吧？已经都垫了好，来看外线的出手进，总算践行科大今天的第1颗3分球。蔡学庸，1年级的新生对，来自南湖高中啊。对。Bautista 面对廖本谦，再给力 ，Acosta， Bogos 在弧顶位置，曾木轩。扛住了，这是成功的防守，篮板球，廖本谦自己过半场，是不是要杀进去了？哇！这一球在篮底下，大家抢成一团，这一球拨出来，两边这个球都没办法把握住，有够滑，有够烫，结果出了界外，好球啊！是菲律宾的球，相当积极哦。哇，两边这个球没办法掌握啊，好像打弹珠台一样。哇，看一下，打棒球，哇塞，这感觉有点像打橄榄球要 touchdown 有没有？大家要追那颗球，很积极，非常积极啊。好，这时候把潘玮杰给换上来。我们今天中场也有啦啦队的表演哦。登东造极啊！除了这个大家熟悉的排球、篮球，啦啦队也是行之有年。好，来看Bogos 这一球打板没进，拨出来在潘玮杰的手上。那现在是1打1的情况之下，会不会硬起？硬上，要犯规。好球！就是要这么有胆识啊！对你只有攻击篮筐啊，身体接触，那裁判哨音才会响哦。看一下慢动作，他有这么厚实的身体，根本不怕你。对，球先保护好，你看。对。其实潘玮杰比 Bautista 更厚哦，厚啊，而且要撑到最后才出手那现在 Bautista 也是2犯哦。好，潘玮杰没问题。双方22比22，伟杰还有一个罚球。好，伟杰拿6分。另，夏友杰，死守 Bogos。好，换位之后 ，Bogos 面对到的是 Bautista。哇，守得不错哦。好，3分线外的出手，轻了。篮板球，还是在菲律宾的手上。Bautista 直接硬取，压到分数。哇，这一球真的有点运气，当然胆识是很好哦。好，陈木轩也杀进去，犯规了哦。两边都很积极的进攻篮筐啊。好，犯规的是75号的德巴卡斯。好，先来看前一波Bautista， 哇，用左手最后摆进2分。另外，郑木轩同样也是面对篮筐的攻击，左手回敬哦。好，还有一个罚球。好，这球罚进了，双方24比24。
Josel 现在担任控球后卫，比了牛角的手势。好，蔡学勇黏住之后，蔡学勇左手打板没进，好，这个往前甩，好，潘伟杰，哦，1对1的情况之下，最后被菲律宾给拨出了界外，给破坏掉哈，不然本来潘伟杰应该也是会进攻篮筐啊。Jamarcus 这一球哦，手够快。蔡学勇底线，穆轩再回给有杰。好，蔡学勇小球要给曾穆轩，这一球被菲律宾给断掉。蔡学勇可以自己上啊，这一球。信心还是要强一点啊。当然，毕竟他是1年级的新生啊，才开学不到1个月而已。哎，好像要掉了哦，要掉了哦。好，赶快往前压。真的要掉了啊，可惜。我就给到外围，哇，晃过之后，在3分线外的出手没进，篮板球要保护下来，有了，有杰。先过半场之后加速，最后决定自己投篮，穆轩，啊，抢不过。两边的节奏都打得很快啦，但是命中率并不理想。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有3分20秒啊，两队都只各拿24分啊。好球，最近几次都守得不错哦，剩下5秒钟而已哦。对，还是维持在3分线外，逼在3分线外，勉强的出手，成功了啦。哇！但是篮板没有守下来，第二波的出手也没进。好，这次保护住了。夏友杰，前面都是蓝色球衣的，先不出手。好，学勇，龙 rebound，廖本谦45度角的外线偏了。哇，这目前被打了一下，没错哦。Perinas 如果又是他的话，会是第3犯哦。裁判老师也累了，裁判老师享受就可以休息一下，不然一直跑来跑去都没进。陈老师享受，你不就要停了？超哥真的太幽默了。好，我们看到 Perinas 第3犯了，这时候得被换下来休息。好，穆轩第一发罚进。2罚1中。好，今天两队在3分线外啊，都还没有好的表现啊，两队都是10投1中。都是1成的命中率而已哈。好，换位的防守 ，Dogos， 所以两边分数其实没有很高哈，25比24。好 ，Ibanez， 几次守得不错，时间又要到了24秒。哦，果然这一球是连出手都没出手，进行科大又是一波成功的防守，造成圣克莱尔24秒进攻为例。好，那剩下2分19秒，双方1分差的情况之下呢，孟竹教练这边喊出了暂停。两边今天在第2节的命中率明显下滑。刚刚已经提到是连续3天的比赛所以体能一定受到相当大的考验。对，尤其是圣克莱尔在第1节拿20分，第2节目前只拿4分。那剑崎科大呢，第1节拿15分，目前拿10分，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剑崎科大目前的命中率其实14中7，2分球还可以接受，3分球都是投10中1啊，两边都是一样1成的命中率而已。没错。不过剑崎科大靠着罚球拿了8分，那圣克莱尔这边呢，罚球是4罚3中。那篮板球的部分呢，当然圣克莱尔今天的篮板球是表现得非常好，目前为止抓下了20个篮板，包括8个进攻篮板。而剑崎科大呢，目前只有14个篮板，其中有3个进攻篮板。
那菲律宾呢，到目前为止啊，分数还是集中在3名球员身上啊。Burgos 拿下12分啊，目前全场最高。那0号的 Bautista 拿下9分，那3号的 Venzano 拿3分。哇，这边出现发球失误。对。哇，还是保护不住篮板吗？有了。好，要好好的把这一球给攻进去，没有下球。啊！潘伟杰忙中出错，看到我们刘梦竹教练在旁边也是好不容易又多打少，又失误哦，连续2波的进攻。我们看一下这一球没传出也没下球，结果脚步往前走啊！现在的到底是怎样？又没有人压迫，怎么会这样呢？而且发生在潘伟杰身上，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主力球员自己接到球先看一下篮筐。好 ，Burgos 在3分线外，哦，最后一被点掉，哦，精彩的防守，高承恩，好，黄鼎钧，再给潘伟杰外线的出手区，哇，这是我们熟悉的潘伟杰啊，抄掉，好球，好，这球拨进来，还是在进行的手上，又是在弧顶位置的出手，力道大，篮板球潘伟杰跳出来之后，拨在了菲律宾这边啊，形成了2打1，好，Burgos硬起进。来回相差5分哦。哦，现在还是1个球权的差距。不然我觉得刚刚那球剑击科大如果进的话，对方可能会叫暂停。对，这个气势上面是截然不同的。连续2个3分球，差一点点哦。对，没关系，还有机会。中伦，黄鼎钧，我们的黄鼎钧还没发挥。对，好，潘伟杰同样的位置，再一颗，back to back， 连续2颗3分弹，潘伟杰。哦，目前潘伟杰已经拿下12分了。防守强度一直在加强哦。剑击科大其实还是有机会进到4强哦。哦，这场比赛要赢11分哦。对，没错，有机会啊，现在已经5分了，而且很快啊。好，这球转身之后的出手轻了，篮板球拨出来，好，在学勇的手上，再往前给，相当快啊。哇，这球撞在对方的身上，球掉，中距离。哦，最后在争抢篮板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些推人压迫的动作。我们看到菲律宾啊，其实只有 Burgos 哦比较进入状况，其他人也是还好，只有3名球员有拿到分数。对。好，周宏伦要上罚球线。宏伦今天拿2分啊，在第1节的中距离。第一罚稳稳罚进，32比26。上半场还有30秒结束哦，正常来讲是2边都有1次的进攻啊。两边的犯规次数也都来到加罚状态。2罚都进，好球。5秒球，5秒球发不进来，果然，哇！今天进行科大在第2节的防守啊，造成了圣克莱学院不断的发生失误。到目前为止，其实在第2节封锁的非常好啊，让圣克莱到目前第2节只拿6分。对，除了这一次5秒钟之外，其实刚刚有几次半场的进攻也可以看到，践行科大把圣克莱学院啊逼到有几次2到3次的24秒。对，好，廖本谦。再给潘伟杰在同样的位置，差一点点。好，令，哇，这个转身之后的分球，小抛投没进，好，把握最后一次，应该要先慢下来。对，好，廖本谦10秒啊，应该要自己处理了。廖本谦面对马扎诺，绝对自己处理了。好，廖本谦左转右晃。哇，这一球被拨掉，裁判认为犯规，所以要罚2球。没错。撑到最后，有了，因为你有一个下压的动作。好，来看一下巴扎诺动作。巴扎诺这一掌啊，打下去了。我们常讲，你不要下压就不会，你只要有下压，裁判就有空间可以吹了。是，不管其实你有没有打到，我觉得可是没办法。
都是血脉喷张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对，你叫他往上举，他觉得下压很帅啊。要盖火锅啊！盖火锅再拉球一叫、啊，对不对？你只要不要下压，你就没办法吹嘛。你下压绝对吹啊。对，所以裁判这边也跟讨论剩多少时间呢、跟菲律宾教练团稍微沟通一下。好，那应该会再回一点点时间呢。好，由廖本谦要罚2球，然后剩下0.1秒。廖本谦第一罚罚进。好，廖本谦目前拿下11分。那接着再罚进的话，能够追上队友潘伟杰。双枪哈，另外一个王鼎钧还没有开火，希望下半场能够加入战局。对，还没有开火的话，建行科大就有大概7到8分的领先哦。好，这一罚没罚进，那圣克莱学院也没有机会做反攻，所以上半场结束呢，目前建行科大33-26领先了圣克莱学院。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我们中场的表演由光复高中彩球舞蹈队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新竹市光复高中啦啦队。
进我们。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那这场比赛的践行科大呢，在上半场结束呢，暂时以34-26，8分领先的圣克莱尔。那当然两边呢，其实在第二节啊，践行科大在防守上面确实带给圣克莱尔很大的麻烦啊。几次成功的防守，包括对手啊，不断出现24秒违例。那包括潘伟杰呢，确实在三分线外有所发挥啊，也让双方的分数来到8分的分差。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数据比较呢，践行科大2分球46.7%，而圣克莱尔学院呢只有38.5%。三分球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潘伟杰连中了2颗三分球呢，提升来到23.1%，而圣克莱尔目前三分球仅1成，篮板球的部分呢，圣克莱尔还是24-19领先的践行科大，助攻也比践行科大多了3次。那在其他的数据部分呢，践行科大的罚球就罚了11分啊，那圣克莱尔呢是罚了3分。那超节的部分呢5-4，主攻的双方都是1次。那失误的部分呢，践行科大控制的比对手更好。那犯规的次数呢，圣克莱尔是比践行多了3次的犯规。那超哥怎么看一下践行科大在上半场维持8分的优势？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践行科大要寻求4强晋级，今天这场比赛至少要赢圣克莱尔学院11分。对，其实一开始比赛都很焦灼啊，到25-24的时候，刚刚最后连续潘伟杰的2个三分球、拉开了这个比分啊，不然本来都是差1分2分，就是刚刚我们数据所说的嘛，三分球两边都是投10中1而已。对。最后连续了2颗。那潘伟杰从原本的3投0中的三分球，到最后提升来到5投2中啊。当然，我们刚好提到，在本届的新复发登峰造极啊，其实践行科大有3剑客，今天有发挥的就是廖本谦跟潘伟杰。那王鼎钧呢还熄火中，还没有得分哦。如果下半场呢鼎钧能够加入战局啊，相信对于践行科大不但要拿下这场比赛，同时要赢圣克莱尔来到11分，对。我希望鼎钧赶快醒一醒。对，尤其其实他上半场有几次的三分球，我觉得出手是蛮合理，只是力道都比较短一点点。那另外在圣克莱尔学院这边，11号的 Bogos 我们就不断的提到，他从第1场打到第3场，其实都是菲律宾队啊最核心的球员。上半场他就拿了14分，目前14分也是全场最高。那除了14分之外呢，另外也抓下了4个篮板，而且4个篮板通通是进攻篮板哦。所以每次都可以看到他去冲抢篮板的意图啊，相当好。对，那当然第2节刚刚其实看到践行科大在防守端这边啊，已经造成2到3次24秒的违例，包括刚刚发底线球的一次5秒的违例哈。对，所以也可以看到践行科大在防守强度这边啊，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升啊。那践行科大的9号夏友杰啊，上半场虽然没有得分啊，但是在防守上啊非常的卖力啊，也抓下了5个篮板，是全队最多的，而且也是给予后卫菲律宾的小后卫啊不少的压力哈。对，虽然自己有犯规啊，可是我觉得那都很合理。哇，射手第1次的出手，哇，这球in and out，差一点点。好，周后人，鼎钧，好，该进了吧？还是力道大。调整了一下，变力道大。前几对都力道轻，都是力道轻哦，弹道还是很直啊。是，我还是其实要鼓励要继续出手，没问题。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你一进球的时候，就连续对那个开关打开来了。对，没错。好，阿科萨，哇，杀到心脏地带啊，小抛投。哇，本节的首度得分啊，阿科斯塔。昨天拿25分了，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拿2分。本谦晃了2下，转到另外一边，哇，打板轻了一点。哇，脚步其实做得非常好。对，已经甩开了。对，最后其实也有一点。在放球的部分啊，相当可惜哦。其实最后廖本谦那边刚刚做得非常好。
好球！哦，曾木轩的防守来自于我们相当熟悉的绿色神盾啊，松山高中。对，其实上半场他有一球，我本来就要称赞他，他扑下去抢球啊，193.4公分这样可以扑下去，我都做不到。他 so brave， 我觉得你都比他高啊，你才190啊，所以我都做不到啊。我的意思说，他比我高，他都做得到。因为我不是毕业松山高中，我如果毕业松山高中，我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教练会叫我一定要下去，我的黄万龙教练一定会叫我下去。哇，这又是在前防守，又是曾木轩，哇，在防守上面啊，连续的建功，好，潘伟杰的上篮2分进，非常好哦，一样在从防守带动进攻。我们看到这球其实是曾木轩的超球，对，他在点给队友，比分还是来到8分哦。好，马铁九面对赵厚伦的防守，好换位，收球了，很好。这几个接到球其实都处理球都蛮深色的。哇，哎呦，好可惜，好可惜。对，守到最后的4秒钟，对，让菲律宾队的 Parinas 要到犯规，那廖本谦的第2犯。这是前一波，Parinas 的第1罚胜利罚金，本场比赛也首度得分了。2罚都进。还是来到6分差哈。对，曾木轩比了一下，并没有出手。王鼎钧45度角还是轻，再调整。射手只要扣到就是要出手了。哇，这球差点被潘伟杰点掉啊！不过杀进来，面对曾木轩 ，No way，This is my home， 直接火锅封掉。木轩这球其实已经预测到哈，很轻松啊。相当精彩的火锅风族，再看一次。还没用力跳，还同手同脚跳，还让你啊！好，我们看到在第3节还有7分28秒，目前建行科大36比30领先的圣克莱尔，场边喊出暂停。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在第3节，建行科大跟圣克莱尔学院双方这个得分都不多当然才开打了2分半左右，建行科大拿了2分，那圣克莱尔是拿4分。那现在球权在圣克莱尔的手上。对，刚镜头上面看到的是林佩成教练也是建行科大的教练团对，走步了，没错Bautista 没有冤枉你啊，还吹第2时间啊。还好是潘伟杰有提醒裁判，就在我们的记录台前面。其实有的时候裁判老师会放过，因为非受迫性。你看他2只脚，你看啊，对，走得很自然啊。鼎钧再给木轩，好，本谦出来要球，好，连续的转换变成洪伦在外围，庞伟杰45度角的出手力道大。
篮板球，曾慕轩要回来 ，hustle play。潘玮杰杀进去之后，直接一取，又是打板2分。潘玮杰今天才拿下了全场最高的16分的。远投近切都得心应手3分球不行我们就来个切入啊。对，哇，昨天的潘玮杰34分，今天16分到目前为止。Acosta 切入之后的分球，来看这次的外线出手，没进。哇 ，Bogos 又是进攻篮板第5个了，没有进。哇哦！这一球双方的拼抢非常的激烈，要小心不要受伤。周厚伦现在倒在地板上，表情相当痛苦。这个动作是不是比较大了一点？裁判老师是不是要讨论？哇，刚刚板凳席其实进行这边板凳席全部都站起来了。哇，最后还是应该是要讨论一下，我觉得啦，我觉得应该要讨论一下，我觉得没错裁判老师先开一个会议。哇 ，Palinas 目前已经是3犯喽。还是给一个一般犯规啊。好，不过 Palinas 现在也形成了第4犯了。进行教练团也是在跟裁判老师再沟通一下。进行的教练团就希望可以看一个回放好，廖本轩，比了一下做假动作，晃过，哇！但是这一球差点的发生失误，最后球还是掉了。马扎诺轻松的摆进2分。穆轩。威胁，中间，好，周厚伦的中距离应该没问题。哇，可惜因为到空档其实都有出来Burgos， 把他挡在3分线外。Bautista。Montejo 这球硬起，打板没进，要拿球哇！第6个进攻篮板吗？球被拨掉了，哇，差一点点。Bogos 第6个进攻篮板，出手了。潘玮杰3分线外的出手区，第3个3分球，潘玮杰。尤其是左边这个底角跟上半场一样。现在32比41，进行各到11分领先。潘玮杰目前拿下19分3分球6投3中。现在申克莱也投3分，但是没进。曾慕轩，后半场，周宏伦切传之后，王鼎钧再 pass 给潘玮杰，这时候切入的抛投，弹了2下，最后是飞兵出去的。还是进行科大的球权，那这时候把夏友杰给换上来，周宏伦下去休息。比分来到9分差41比32。好，有杰再给本谦。要给低位单打曾慕轩这里有信心一点，没问题了。对 ，Bogos 的中距离可惜轻了。Bautista篮板。好球夏友杰。对，有杰今天的防守真的很黏哦。对。好 ，Bogos 直接杀进去正面，打到了篮筐的前缘没进。这球被曾慕轩给破坏掉，成功的防守。夏友杰要小心，球运不起来啊。好，廖本谦。好，王鼎钧底线的出手区，王鼎钧总算投进了。这一球投进3分之后呢，双方来到了12分的分差。尤其是左边的是底角这边剑崎科大这边今天在左边的底角这边，不管是上半场还是第3节这边都有很多次，包括潘玮杰以及刚刚王鼎钧的得分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好客气，大家都好客气。王鼎钧第6次的3分外线出手，终于进了。我想只要王鼎钧一开始开启刚刚 BJ 说的开关之后，加入得分的行列，
我讲剑崎科大的分数应该会扶摇直上哈。我们希望按照这样的剧本啊哦。嗯。好 ，Lim 的第一罚罚球。对，当然其实还有曾木轩的哈，其实因为有身高的优势，其实他的中距离以前都是有固定的水平啊。好，好，两罚都进。哇，就跑在10分、11分、12分这样，很紧张啊。好，廖本谦也是45度角的出手，完全偏掉。哇，夏友杰又是篮板，今天第6个篮板，也是第3个进攻篮板，同时也获得分数。常常可以判断到球的落点哦。好，那是 Kobido， 在外围被廖本谦点了一下。好 ，Bogos 有身高的优势，转进去，打板没进，篮板球还是落他的手上。哇，第6个进攻篮板，但是第2波进攻没进之后，潘伟杰。好，给到夏游杰的外线区，这是一个3分弹！哇，竟然没有叫暂停啊！哇，夏游杰连拿5分，现在来到了34-49，进行科大拥有15分的领先。哇，这教练真的忍得住，我绝对会叫暂停这一球，而且已经被拉到15分。对，好，保天萨 step back 之后，哇，要模犯规没有之后 ，Escobedo 力道也轻。好，夏友杰又来了，推进速度很快。好，切传，哇，大家都客气了，形成了走步为例。太客气了啊！手风正顺的时候，对，出手，打简单一点，出手。哇，这个走步为例，让两边都稍微冷静一下。还有2分35秒，在第3节。Lim 还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机会哦。对 ，Bogos Escobedo， 哇，这球出手的很勉强啊，还是投进了。运气不错。有杰磨进去之后的上篮，另外一边曾木轩要补，哎，被飞兵给碰出了底线界外，还是剑行科大的球权。剑行科大跟曾木轩啊，跟裁判老师要了一个打手的犯规。篮板球 ，Ibanez 跳得非常高啊。那是 Kobido， 这时候要进攻篮筐吗？哇，这次运掉了，形成另类的助攻。那个踢球啊！哦 ，Manzano 吸引曾木轩的起跳啊，要到犯规。再看一下自己运一运，打在这个自己的大腿跟脚上啊。好，木轩第3犯下去休息。Manzano 要来罚球。把史密斯给换上来哈，史密斯其实也休了很久。对。应该现在是非常有力哈，新鲜的腿。对，史密斯目前为止打了4分多钟啊。就一开始对第1节首发开始，Manzano 接球，哇，全场的压迫来看剑行如何破解。好，下游前，哇，这一球差一点点被拨掉。好，归了。对，没错。哦，这个身体的接触蛮明显的 ，Lim。还是剑行的球权，杨晨来发边线 ，Smith， 哇，这个潘伟贤没有拿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史密斯要坐在下面那么久，今天没有进入状况。其实上半场有一球也是一样，跟队友联系上面出了问题，也是造成失误。这一球也是一样，对，传接球方面
其实没有人压迫他的。哇，高调给 Bogo。哇 ，Escobedo step back 之后的出手没进。哦 ，Smith 篮板很快的给夏友杰，哦，给到右半边的潘伟杰硬取要犯规。哦，潘伟杰目前已经拿下19分了，有机会利用罚球来到20分大关哦。昨天他个人拿34分，今天20分，应该至少可以拿到25分了哦。好 ，Escobedo 今天的第1次犯规，潘伟杰要罚2球，第一罚顺利罚进，伟杰来到20分了。今天潘伟杰到目前为止啊，20分4篮板，有1次的助攻。2罚都进。弧顶位置投外线清了，哇！篮板球又是 Bogos， 今天第7个进攻篮板了。哇！不过总算在第3节他也得分了。对，应该是一个犯规了。对，应该已经抱住了。对，抱住了 Smith。全队才第3犯而已哦，还没进入加罚状态。也是刚好第4次，如果再一次的话，就要执行加罚。黄伟杰中距离顿了一下，第2时间的出手落在了菲律宾的手上。Escobedo 给到左半边没有踩线，中距离出手没进，篮板球。哦，王鼎钧犯规了，这次犯规要罚球了，王鼎钧。对啊，这个犯规，这怎么可能不犯规？有裁判吹了，超哥，裁判吹了。他吹 U 了啊，吹违反运动道德。这怎么打？吹球。好，我们再看一下。哇，几只手啊！犯规的是25号的 Ibanez。超哥已经了解了状况了，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没错哈，因为违反运动道德犯规其实是不用站位哈，罚2次之后还有球权。好，鼎钧现在拿4分。上半场没有得分的王鼎钧，第3节拿5分哦。好，现在再把廖本坚换进来哈，要执行最后一次的进攻了。还有潘伟杰，这个调度其实非常合理哦。把所有能够投外线、那有得分火力的球员全部换上来。大表小表是5秒的差距。换句话说呢，菲律宾还有最后1集的机会。同一个 set 没有时间没跑哦，所以潘伟杰不能进场。哦，他是刚刚罚球前就被换下去，所以不行。好，所以史密斯再回来。好，连续的交叉，鼎钧，好，史密斯挡一个。好，夏友杰来到心脏地带，好，分出来之后，王鼎钧外线的出手轻了，哦，篮板球来看一下，还在金克拉的手上，啊，可是走不为力。那现在留下4秒钟给圣克莱尔学院。对，4秒其实来得及哦，其实尽量不要让对方长传就好。对，而且千万不能犯规。菲律宾躲着一直想要往前走，裁判老师就在那边。
一直想要往前走，偷2步也好，只有长传才有办法了。好 ，Smith 先破坏掉，还可以，还可以，又到前半场哦，只有长传才有办法。好，剩下2.9秒。对。好，这球发不进来哦，都没有挡到人啊！哇，其实球掉了，其实有走都没有挡到人。是，好，我们看到最后啊，进行不到，还是利用成功的防守呢，没有让圣科尔学院呢，执行最后一击，在第3节结束，建行科大53-39领先了圣科尔。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建行科大在3节结束之后呢，暂时14分领先了圣科尔学院。在第3节我们看到，包括潘伟杰拿了9分，另外王鼎钧呢，总算在分数上也进账了，单节拿5分，另外夏友杰也有3分球，同时单节也拿5分哦。这3位球员啊，合力包办了建行科大在第3节的所有分数。而在圣科尔学院这一边呢，Bogos 还是有万山俊啊，目前他拿了16分，另外抓下9个篮板，其中包含7个进攻篮板。哇，在第4节一开始差一点哦。对，哇，Lim 的防守啊也很有压迫性。Lim 真的好像小偷，又瘦又快。我对他是赞美哦，不是批评他。没错没错。好，潘伟杰的4速度角外线区，潘伟杰 on fire。哦，都是左边这里啊，右边几乎不去了。对，哇，今天3分球啊，从一开始的3投0中，到现在8投4中了。超屌啊，差一点。同样也是投3分，贴了。哇 ，Bogos 第8个进攻篮板，全场第10颗篮板。Costa 中距离也没进。哇，菲律宾的外线真的是命中率相当不好哦。要本谦 ，Smith 要单打，左转右转。最后没机会再给出来。要本谦收球之后，周宏伦，哇，这球被点掉。Lim 高吊篮底下啊，发生失误了，传得太深了一点哦。出手，对，该出手了，就是你的。王鼎钧拿8分，第3、第4节各投进1颗3分球。对，所以我刚刚讲到，只要王鼎钧一加入得分的行列，我们看到建行科大的分数扶摇直上，现在已经来到20分差了哦，59-39。对。第1节一度还落后啊，到了第2节开始啊，逆转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来20分了。Bogos， 哇，这个放球差一点哦。对，他又想要自己抓进攻篮板。
好，这时候杀进到篮底下 ，Acosta 撞开之后的出手进，跟裁判老师要了一个假倒的动作哦。平均，周宏伦的外线再飙进一颗，哇！大家人人有功练，周宏伦也加入战局，都是左边这里啊。好，周宏伦今天的第1颗3分球，目前拿7分。哇，本来夏尔杰要换他的，投进之后，教练团马上把夏尔杰叫回去。这其实在掉入上面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菲律宾也投换线，但是今天菲律宾的3分球啊，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准心。长传之后 touchdown， 这是一个4分卫式的传球，直接给王景军在篮底下达阵成功。鼎军目前也来到双位数的得分。哇，还是忍得住哦，菲律宾的教练团还是不叫暂停。对 ，Acosta 面对 Smith 的防守，高调 ，Bogos。但身高是绝对优势啊！面对到潘玮杰啊，两个人身高大概差了快20公分。本谦，好，裁判场上。还是健前的球权，距离比赛终了还有6分40秒，双方有着21分的分差。中伦，再交给 Smith， 哇，在后头 Bogos 把这球给封掉之后，转身小勾射，还是要回分数。对啊，本来就要强势一点哦。毕竟是外籍生啊，而且你又是打内线。哇！这球鼎军成功的防守点掉之后，周厚伦直接从后头跟进2分进。哇，68比43了。菲律宾教练团是不是忘记有暂停可以使用？Bogos， Bautista。好，分到了右半边，底线出手，还是没有，进不了。好，潘玮杰，周宏伦直接一条边 and one， 连续的得分，周宏伦现在下不去了。一念之差哦，刚刚投进了3分球之后，现在开关打开了。真的，周宏伦不断的得分输出啊，现在来到70比43，双方有着27分的差距。同时，宏伦又要再罚球，来看潘玮杰传给周宏伦啊，一箭穿心，2打3啊，2个白的3个蓝的。好，来看周宏伦罚球。没有问题哈，对，命中，一口气周宏伦现在得分已经来到了上双啊，12分了。哇，周宏伦，哇，在第4节突然跳出来。好，瓦特斯塔用左手没摆进，先犯规啊！进攻篮板，史密斯哦，好像在手上了。对，史密斯的第2犯。哇，健行科大的3分球啊，真的提升的非常多，从一开始的10投1中，到现在是25投9中啊。好，那这个时间点呢，菲律宾喊出了暂停，目前健行科大71比43，这个分差已经拉开来了。
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看到今天建行科大从一开始第1节的落后到第2节逆转，到第3节慢慢拉开比数，到目前第4节感觉是扬长而去啊，扬长而去，对，直接踩油门啊就走了，形容的真好。当然，其实我们有看到有加入得分行列的周宏伦啊，包括王鼎钧王鼎钧，因为这2位，王鼎钧其实上半场是没有得到分数的，没错。所以下半场一口气是拿10分啊。周宏仁上半场有得分，但是不多，但现在已经来到12分了。对，连续刚刚其实要被换下去了。好，Ibanez，这个弧顶位置投进了。这是今天菲律宾的第2颗3分球。今天的菲律宾啊，20投2中，在3分外线。所以一样，跟上半场一样，投10中1，投20中2。廖本谦，哇，这球被拨掉。他其实他是要找队友后来队友没有来那当然就要做一个出手的动作，没关系，还有3.8秒，发一个底线球，其实是来得及，哇，动作很大里面。好，廖本谦，得要出手了，3分线外1步的距离，打到了篮筐的前缘。Bautista， 过人之后硬起，犯规应该是犯规。哇，结果是一个阻挡犯规。那 Bautista 现在是躺在地板上。再来看一下廖本谦，廖本谦的第4犯 ，Bautista 还要寻求中路的突破。好 ，Bautista 要进行2罚，目前拿了9分，全队次高。第10分，对，第3节完全都没拿下分数9分都是上半场所拿下的。好 ，Bautista 2罚都进。我要接应我已经来一个爆人的犯规。对 ，Bautista 罚完球之后呢，有一个爆人的犯规。Bautista 第3次的犯规。好，周宏伦切入之后收球给到外围。黄伟杰，鼎钧，好，王鼎钧，好，正面打板，哇，太可惜了，鼎钧。好，进入包夹之后 ，Arenas 抢投外线，没有，剩下最后的4分钟。好，王鼎钧最后选择杀到禁区，给出来，周宏伦完全的大空档，可惜没进。哇，节奏还是相当快Bautista， 赖在周宏伦的身上要犯规啊。又让 Bautista 要罚球了。第1罚顺利罚进。建行科大请求暂停。对，在2罚完成之后呢，建行科大喊出了暂停。那距离比赛终了还有将近4分钟，其实建行科大还是来到相对安全的21分的分差。那这场比赛，但建行不但要赢，
而且要赢超过11分。对，现在来到了21分了，所以还是要避免对手在最后将近4分钟的时间能够追10分回来。没错，我想菲律宾的教练团这边其实也是相当清楚哦，所以11的魔术数字。对，好，看到今天的圣克莱学院其实在3分外线的火力真的相当不理想，21投仅2中啊，这样的3分球呢是不到1成。那反观健行科大，我们看到3分球呢是27投9中了，超过了3成3哦，所以就是在这个外线的差距上面呢，形成了目前比分上的分水岭呢。其实，在比赛一开始的双方都是10投1中对。但是接下来呢，健行科大15投8中所以这样超高的后续3分球命中率是完全压过了对手。对，所以看到后面现在领先的分数来到了21分就是连续几次，包括王鼎钧周厚伦的3分球对。那潘伟杰当然不用说从一开始3投0中到后面火力全开，目前投进了4颗3分球，3分球是8投4中50%。好，周宏伦 ，Smith， 哇，犯规了，推人了。再来看一下绕出来之后，哇，直接用推的，我要注意不要受伤对 ，Ibanez， 这是 Ibanez 的第2犯。菲律宾的教练团也在跟裁判沟通了。好，廖本谦再回到场上 ，Smith， 潘伟杰，球差点掉，传在脚底。好，王鼎钧的外线出手没有。菲律宾这边要求大家把节奏打快因为他要输在11分之内还要追10分才行。好，转身给小球 Burgos， 哇，还是厉害20分了。还是有机会其实要注意对，张宏伦、王鼎钧再给 Smith， 要高调直接被拦住了 Burgos， 一条边杀到篮顶下面地板，哇 ，Smith 精彩的防守。那现在形成了3打1的状况，潘伟杰的上篮2分进，哇，这一来一回气势差距非常大。没错哇，还好不然进的话来回相差4分对，哇 ，Burgos。刚刚的上篮被这个史密斯的麻辣锅伺候将功折罪其实是史密斯自己传到失误对，节奏可以放慢一点，没错廖本谦。好，史密斯再给到潘伟杰3分出手 ，bang！ 今天的第5记3分弹，潘伟杰。哇，本场比赛又要逼近30分大关了，来到29分，场边菲律宾再喊出暂停，剩下2分22秒，76比52。我们看到健行科大来到24分的分差。对呀，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对潘伟杰？难道没有看数据吗？不知道他昨天拿34分吗？不用昨天，你光上半场连续几次出手就知道他在健行科大的重要性。这一球打到第4节，只有2分钟，还有空档，还有这么大的空档，对，很难了。还是潘伟杰昨天有请他们吃饭，可能没办法请吃饭，请喝蒸奶之类，先礼后兵，蒸奶跟鸡排这样。对，不然你打到，尤其他们知道要追分这种时候怎么还有可能这么大的空档？你说别人还有可能，你放潘伟杰的话，不合理真的不合理。注意力不集中所有人都可以放，你怎么可以放了11号，对不对？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叫号码而已11。潘伟杰，但今天从一开始的3投0中的3分球
到目前为止的9投5中啊，命中率高达55.6%。好，暂停回来，剩下2分18秒。好，现在郑慕轩也回到场上了。好，第3个3分球，对 ，Acosta 来的比较晚了一点哦。最后的2分钟被包夹情况下打在对手的身上出界。哦，王鼎钧相当冷静哦。史密斯下场休息。12号的苗承恩进场。哦，比时间还有最后的第4节最后2分钟。周宏伦再给夏友杰，把郑慕轩打一个。鼎钧面对Lim的防守，给到夏友杰 ，Bogus 扑出来呀。哇，很有耐性啊，这一球。哇，不断的左右换啊，最后是夏友杰直接切入要到了分数，相当的有耐性这一球，赖到了犯规后。对，犯规的是苗承恩。哇，刚那一球真的打得很有水准，相当的有耐性。不断的换位错位，最后是夏友杰的切入。对。这是前一颗，我们看到 Acosta 投进了菲律宾本场比赛第3颗，对，哇，22投3中，稍微来的慢了一点哦。好，这球罚进，比分78比56，还是有着22分的分差。哦，这球被点掉，那这边得要抢投3分了，菲律宾队。哦，在底线的3分哦，还有1分半哦，双方19分的分差。好 ，No looking pass 给到曾慕轩，在篮底下摆进2分。哦，原本以为要给王鼎钧的，最后是给到篮底下的曾慕轩。哇，这样还传得进去？对 ，Bogus 还好，但是没有摆进，也没犯规。有可以慢一点的，可以慢一点的，没错哦，可以慢一点的。因为急的其实是菲律宾队哦。确实，夏友杰，好，郑慕轩来挡一个，最后夏友杰的中距离没进。好 ，Bojacel 后半场最后抢投弧顶的3分外线右击，连续2颗3分球，哇哦！双方剩下18分，还有55.3秒。还是要谨慎，还是要谨慎，所以健行科大喊出暂停了。好，再来看这2波哦，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抢投外线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哦。哦，包括24号的 Bojacel 哦，也投进了这个3分球，让双方的分差虽然是18分，胜负不会改变，但是健行科大必须赢1分以上才能晋级，才能晋级。对，我想菲律宾也知道哦，大家都有算过了。对。到了第4节啊，菲律宾的3分球总算是回神啊。第4节的3分球是8投4中，哦，提升到50%哦，也让他们的得分啊，当然比起前3节是好很多了。好，健行要发后场球，24秒的进攻时间。场上包括了苗承恩，包括了夏友杰，还有鼎钧，另外曾慕轩，还有周宏伦。哇，曾慕轩这一球没有拿住，发生失误哦，但是王鼎钧再反超，慢下来。好，夏友杰不急的投，往上运就好了，来，往上不急的投。应该没问题哦，35秒了。哦，刚刚差一点点哦。对。
好，这个下手犯规了 ，Bogos。由王鼎钧要来罚球，哦，鼎钧从下半场开始开火，到目前拿了10分。啊，第一罚没罚进。菲律宾队的3次暂停都已经用光哈，剑琴科大这边还有1次的暂停。2罚1中。弧顶的外线出手偏了，剑行科大的球权。菲律宾这边所有的教练跟板凳席都认为，是不是这个剑行科大有碰到球？可能要进行一个讨论动作。大家教练团这边都要在做一个让削皮的动作。啊，不过裁判没有做出调整。不要再攻了，不要再攻了，对，不要再攻了。对，不攻了。好，陈恩，这边不要再攻了，因为菲律宾绝对会犯规，而且很容易受伤。对，真的不要。菲律宾的球风就是这样子。超哥一定是经验丰富啊！不要再进去，不要再移动就好了，站在原地就好。顺利的把比赛走完哦，剩下7.9秒啊！苗承恩要来罚球，承恩今天还没有得分，来看第一罚啊！当然这个手感呢没有热啊，相当腼腆哦，自己还伸了伸舌头。来自南湖高中，新生啊。2罚没进，但是小杰跳得非常高啊，还是抢下了篮板球，还是要犯规。他的菲律宾的球风就是这样。照理说台湾打完这边应该不犯规，让时间就走完了。其他的国家都这样，只有菲律宾会这样，真的。他宁愿这样，反正他已经输了，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好，夏小杰的罚球，第一罚罚进。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夏小杰在防守篮板，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篮板，对他的冲抢意识跟卡位，其实都蛮积极的哦。而且今天在防守对手的后卫，其实做得蛮好。而且他集战力哦，才1年级啊，也是新生。不要再跳，我好怕曾木轩都扭到，真的。千万不要受伤。好，剩下最后的2.8秒，非常远的距离没有投进，所以比赛结束。那这场比赛呢，最终的成绩呢是由进行科大以83比62、21分的分差击败了圣凯尔学野。恭喜进行科大开低走高啊，最终还是有机会抢下晋级的名额哦。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看到进行科大在第一节一开始还是落后了，第一节打完当时还15比20落后哦。从第2节开始啊，在外线回稳的情况之下，包括潘伟杰哦开始在这个3分球不断的投进带领之下呢，从第2节持续领先到了第4节，已经完全把比分拉开啊，最后以超过20分的分差呢击败了圣克莱学院。我们看到双方的投篮命中率，进行科大44.7%，而圣克莱只有37.8%。那3分球当然进行科大今天表现非常好，20球都10中，来到34.5%，而圣克莱尔呢林去秋波呢提升到19.2%。那双方篮板球跟助攻啊其实是相去不远的。好，接着来看一下罚球命中率啊，建行科大整场罚射了19颗罚球，73%的罚球命中率，而圣克莱尔呢罚进了13颗，有81%的罚球命中率啊，两队都有10次的抄截，另外是克莱尔学院呢有4次的火锅，失误的部分呢，建行科大表现得更加的平稳，19次的失误，而圣克莱尔学院呢全场有24次的犯规，而建行科大呢发生了18次的犯规。没错，下半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鼎钧的发挥啊，所以我们赛后也会请到潘伟杰来接受到我们
记录台这边的访问。对，那今天潘伟杰没话讲啊，前一场比赛拿下了34分啊，那今天伟杰又拿下了29分啊，尤其在比赛的一开始比较担心的是，一开始的3分球啊，其实没有投出来，一开始是3投0中，但是最后呢，统计数据呢是9投5中。那伟杰谈一谈呢，比赛一开始3分球，他一开始没有找到手感，会担心吗？其实也还好，因为教练跟球员那个队友都给我很大的信心。是，因为我前面2球出手都觉得自己出手太轻了。哦，太轻。对啊，然后就我们教练也有算是鼓励我说再加重一点。是。所以我后面就慢慢调整回来。对，那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对你来讲，等于是在这个登峰造极算是开低走高，那越来越进入状况。那聊聊因为我们也知道建行这一次来到登峰造极，其实不是最完整的阵容。那大家其实一直以来对建行都有很大的期待，也希望你们能够打出好的成绩。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也进入状况？那如果在伤兵归队之后，对新的学年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因为如果伤兵回来，会让我们阵容更完整。因为高度有，然后浩翔受伤，控球的深度又变更好，所以我觉得在练习，然后这些比赛里面，大家就板凳球员就学一些经验，然后让大赛的经验越来越好。对，那当然啦，今年我想得要靠学长，靠你来带领学弟们。那有没有对自己在新学年什么样的目标？以你这么疯狂的手感，这2场比赛，昨天34分，今天29分，新学年有没有打算要挑战什么个人奖项，或者是在这个 UBA 有什么样的成绩，有什么目标？没有强求到个人奖项，因为在去年赛季的时候，自己算是低潮期，然后打得不太好，然后因为今年赛季刚开始暑假杯赛的时候，教练都给我很大信心，然后也在暑假让自己的投篮也下很多功夫啦，然后教练也说最后1年了，你不打出来，上面哪有看得到你的机会？没错，所以最后1年应该对自己有很深的期许啊，尤其从这个登峰造极整体的这个手感，那是不是新的学年外线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是要3成5以上啊，4成啊，或者是每场得分要能够来到15分以上？就是其实我对得分没有到很大的就去比较没有追求，对，但因为毕竟练习都练那么久了，你比赛不投啊，不然哪里拿出来用？对啊。好，所以希望这个建行还有潘伟杰呢，在新的学年呢都有很好的演出。那也恭喜建行在这场比赛这个在最后还是开胡以大比分又是击败了菲律宾队。那伟杰跟着我们镜头跟大家 say 拜拜。那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会喽，拜拜。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the war against ourselves. The only person you have to prove you're better than is yourself. I was a savage, but now I'm a human being. 信仰的定律，我不再俗人僻静。I'll be legendary, I'm an king, not a dream, and a Julia. 最喜欢你，根本惯用，干不掉我，现在换我想你啊！什么时候放我上场？疯狂四射是我想要，我用全力，没人能挡。分了一波，不再当我那样，不会懈怠，当被盖 until I die。
underground shit.